乌军袭击克里米亚航天中心，俄军损失再创新高。以色列军队完成对加沙地下隧道主要网络的拆除工作。加沙南部城市汗尤尼斯约20%的面积被标记为新的撤离区。从2024年开始，美军在印太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导弹。法国将无限期关闭尼日尔使馆，驻军被迫撤离。台湾耗资96.31亿新台币为幻象2005战机延寿。TB3 无人机完成32小时连续飞行测试。为应对俄军潜在威胁，摩尔多瓦接收地面大师200中程雷达系统。俄军损失再创新高，乌军袭击克里米亚航天中心。12月20日，乌军发射2枚风暴阴影导弹袭击克里米亚的俄军设施。凌晨4点左右，第一枚导弹击中克里米亚南部城市阿卢什塔。凌晨5点左右，第二枚导弹击中克里米亚萨基地区韦蒂诺村。隶属于第28735军事单位的俄空天军远程太空通信中心遭到袭击，设备与卫星天线受损。目前乌军正在积极打击俄军雷达和测控中心，从而瘫痪俄军防空和预警系统，为战场压制创造条件。同时，俄军损失再创新高，正式突破35万人。根据乌克兰数据统计，俄罗斯在10月份损失22920人，11月份损失28550人，12月份损失19150人。3个月不到，人员损失就达到了70620人。俄罗斯损失的越多，进攻能力也就越弱，这将直接影响前线战局。就比如阿夫迪夫卡，俄军在焦化厂地区的进攻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乌军第47机械旅的士兵报告说，俄军的进攻没有装甲车辆的支援，突击队的规模也在变小，进攻本身也没那么协调，像是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目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俄军兵力不足导致进攻强度降低，同时加上乌军对顿涅茨克后勤中心的打击，斯特波维地区的局势已经逐步稳定下来。第47旅增援到阿夫迪夫卡之后，乌军在北翼就再没丢过一寸土地。瓦林卡前线，俄军并没有继续向西进攻格奥尔基伊夫卡，而是向南跨过 N15 公路进攻波贝达。目前村子的一部分已经进入灰色地带。有分析认为，俄军强攻该地区的目的就是分散乌军在阿夫迪夫卡方向的资源。毕竟乌军的前线资源是有限的，炮弹、后备部队都比较缺少。赫尔松向西马亚奇卡的俄军基地发动了袭击，该地区与乌军第聂伯河左岸桥头堡的距离大约有15公里。乌军在左岸的存在进一步扩大，同时从奥莱什基经克林基到新卡霍夫卡的 T2206 公路依旧在乌克兰的封锁之下，而俄军只能在夜间运送物资。但是在乌军火炮与无人机的袭击下，基本要损失一半左右。俄军在奥莱什基以西的所有地区，物资将逐渐供应不足。至于东部战区，北线俄军2023年的目标就是库皮扬斯克和奥斯基尔河，只是很可惜，从夏季打到冬季，俄军依旧一无所获。南线克里米纳方向战斗依旧集中在林区，不过已经逐渐减弱到零星的程度，估计到明年开春或者夏季才会继续大规模作战。林区的冬季作战实在是太难了。在援助方面，美国国会议员可能会在下周就边境安全问题达成协议，以换取对乌克兰的资金援助。据众议员麦克奎格利称，国会将于1月中旬通过对乌一揽子援助计划。万一法案未获通过，还有一个 B 计划。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表示，欧盟将在明年2月1日审议对乌克兰援助500亿欧元的计划，这次大概率将会通过。此外，法国将从2024年开始培训乌克兰飞行员，并继续在欧盟援助任务下为乌克兰军队提供军事训练以及武器和装备。捷克军方和预备役人员通过捐款，将为乌克兰提供1万架无人机。12月20日，瑞士宣布为乌克兰提供1330万美元的新冬季援助计划。目前，瑞典对乌克兰的冬季援助总额已经达到了3000万美元。12月21日，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打击还在进攻，不过加沙北部的打击已经接近尾声。在加沙北部，以色列军队继续在贾巴利亚继续推进，部队正在为从海岸到老城的进攻准备一个据点，并对飞地的各个地区进行多次空袭。据 Riba 情报来源显示，亲巴勒斯坦的消息来源称，以色列国防军在贾巴利亚的纳兹拉地区推进，随后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并伴随着重型炮兵和空中活动。在加沙地区西部的里马尔地区的贾拉街和亚尔穆克街之间也有重型机械活动，据说是以色列国防军在用推土机摧毁哈马斯的藏匿地点，以继续在加沙开展行动。在里马尔街区，战斗正在同名的水库附近发生。以色列国防军部队此前曾在那里炸毁了一所与哈马斯有联系的房屋。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在里马尔、贾巴利亚和纳兹拉地区的战斗即将进入收尾阶段。再加上以色列国防军12月21日晚间发布声明称，以军已完成对沙城地下隧道主要网络的拆除工作，哈马斯再无藏身之地。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北部攻势进一步发展，残余哈马斯要么投降，要么就是想方设法开辟一条新的逃离路线。在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以色列国防军21日正有条不紊地摧毁汉尤尼斯、拉法和其他地方的存在哈马斯分子的设施。在中部，由于缺少视频和作战细节，目前只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在穆格拉克地区爆发了战斗。有消息称是哈马斯和其他组织进行了一次联合行动，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在南部，以色列空军在拉法过境点附近进行了空袭，其中包括与埃及主要过境点之一的凯雷姆沙洛姆过境点。在汉尤尼斯的战斗具体报道很少，不过据以色列时报21日的报道，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当天表示，以色列已对汉尤尼斯大片区域的居民下达撤离命令。如今在以色列发布的撤离地图上，汉尤尼斯约20%的面积都已被标记为新的撤离区，可见以色列国防军在汉尤尼斯的推进十分顺利。据 RIBA 情报来源显示，黎巴嫩频道报道称，以色列战斗机在贝鲁特和马尔贾尤恩上空低空飞行，并对黎巴嫩南部地区阿尔拉斯村展开了炮击。在以色列北部谢莫纳城地区，铁穹系统被激活。据以色列时报21日消息，当天凌晨，靠近黎巴嫩边境的以色列北部城镇谢莫纳及其周边社区响起了火箭弹警报。以色列媒体称，至少有8枚火箭弹从黎巴嫩方向射向以色列，其中5枚被拦截，3枚落在开阔地带。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谢莫纳城市政府发言人称，有一座建筑物被火箭弹击中受损。事后，黎巴嫩真主党宣称对该火箭弹袭击负责，称此举是对以色列炮击黎巴嫩南部村庄的回应。美国太平洋陆军发言人菲利普斯表示，从2024年开始，美军在印太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导弹，这将是自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在印太地区建立的首个武器库，同时也是在退出中导后，美军首次在印太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导弹。按照计划，美军将会部署代号为低风的导弹发射系统，以及陆基版本的标准6型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导弹射程在500公里至2700公里之间。其中标准6型导弹原本是一款舰载防空兼反潜导弹，也能执行对地打击任务。虽然射程不算远，但胜在机动性好，飞行速度也比较快，能够打击一些敏感目标。而战斧巡航导弹就不用多说了，这是美军服役的一款多平台多用途导弹。射程在450公里至2500公里。自从2018版核态势评估报告发布后，美国就开始着力提升威慑能力，也就是以大规模保护加灵活反应的方式，丰富威慑可用选项。自拜登上台之后，又提出了一体化威慑能力，进一步丰富以核武器为基石的可用威慑手段。在此背景下，美国近年来着重研发低当量核武器与核常两用武器，就比如战斧巡航导弹就可以挂载低当量的核弹头，而陆基中导武器可以为陆军有效填补威慑选项，在战时还能开展致盲行动，攻击关键预警盲点、指挥节点以及作战节点等。目前，美国在印太地区已经构建了联合全域机动作战态势，并打造了陆军多域特遣部队、空军先遣联队以及海军陆战队、滨海战斗团等，规模小型化、功能复合化的打击力量。在今年6月份，美国陆军发表了声明表示，陆军第一多域特遣部队与海军无人机核打击武器项目执行办公室进行合作，成功利用低风系统发射了战斧巡航导弹。此前，低风系统已经成功试射了标准6型导弹，而这次试验表明低风系统已经具备全部作战能力，在部署印太地区之后，可以丰富美军部队的打击手段。另外，从2022年开始，日本与韩国便向美国提议核共享，菲律宾也多次允诺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只要美国愿意，就能在短时间内将陆基中导武器部署在印太盟友的领土内。
此外，美军还有其他的陆基中导项目，未来可能也部署在印太地区。一是精确打击导弹 PRSM， 原本射程为499公里，在美国退出中导之后，射程提升至1000公里。在今年11月，美国宣布完成了 PRSM 的测试工作。在12月17日，五角大楼宣布，美军已经接收了首批可发射 PRSM 的新型地对地导弹系统，该系统的初始版本已交付部队试用。根据计划，美军将在2027年前获得带有自引导系统的 PRSM 升级版本，同时还将研制可携带更大战斗部的改进版本。到2030年 ，PRSM 及其改进版本将在美军中完全替代 ATACMS， 并承担打击80至1000公里范围目标的任务。另外，美国陆军还拥有远程高超音速武器暗鹰，射程可以达到2700公里，是美军目前射程最远的陆基中导。不过近段时间，暗鹰高超音速导弹接连取消试射，预计服役时间将推迟到明年。法国将无限期关闭驻尼日尔使馆。据美联社12月21日报道，今年7月份尼日尔发生政变，之后法国就拒绝了与掌控尼日尔的军政府的合作，双方的关系就一直处于危机之中。7月30日，法国驻尼日尔大使馆遭到抗议者袭击，掌控尼日尔的军政府宣布，法国驻尼日尔大使为不受欢迎人物，并在法国大使馆周围设立封锁线。有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称，法国驻尼日尔大使馆无法正常运作或执行其使命，绝大多数法国外交人员已于9月底离开。如今，一份日期为2023年12月19日，由法国驻尼日尔大使希尔万·伊泰签名的信件显示，法兰西共和国外交部遗憾地被迫无限期关闭大使馆。报道称，法国外交部门的消息人士承认了信件的真实性。信件也通知尼日尔大使馆的员工，他们将于2024年4月30日被解雇。同时，在两国关系急转直下，尼日尔军政权还废除了两国所有军事合作协定，要求法国驻军撤离。尼日尔曾是法国殖民地，法国在尼日尔驻军原有1500多人。据尼日尔政变当局国防部11月29日的公告显示，已有1300多名法国驻军分批撤离了尼日尔，而今剩余的法国驻军也将于本月完全撤离。为大幅提升幻象2005战机的效能，台湾9月份先与法国签了技术支援协议，如今又斥巨资购买零件，要让这位服役已超过25年的老将继续征战。据 RFI 9月份报道，台湾空军司令部与法国达索公司签署了技术支援服务协议，来提升幻象2005型战机的妥善率，总金额达7亿9000多万新台币。据悉，该协议已于9月14日生效，协议效期是到2026年9月13日止，为期5年。协议的重点是技术人员的劳务服务。法国达索公司将派出技术人员常驻台湾，来协助维持幻象战机的妥善率及高效能战力，以达成有效制敌和捍卫台海安全的目标。而履约地点就在新竹空军基地。如今，据自由时报12月22日的报道，台湾电子采购网22日发布最新决标公告，台空军未来5年将以96.31亿新台币和飞机机体零附件开放式契约的名义，向法国达索公司采购幻象2000战机的相关零附组件，以维持该机队战机的后勤妥善率。履约年度为2023年底至2028年，共计5个年度进行采购。也就是说，台湾空军未来数年将投入至少数百亿新台币来为幻象战机撑腰，以确保台湾领空的安全。台湾于1992年向法国采购了60架幻象2000战机，现役54架，常驻于新竹空军基地2联队。作为台湾空军的空优专务机型，其单垂直尾翼、大三角后掠翼的气动设计，搭配大推力的单发 M53P2 发动机，使其拥有了高升力、高爬升率和小回转半径的锐利机动性，更是在去年年底的天龙操演中夺下了空战王、剑靶王的头衔，展现了其难以取代的战术价值。所以在无后继机型采购的计划下，台湾空军选择为幻象延寿可以说是最优解。土耳其无人机制造商拜卡公司宣布， TB3 无人机在最近的续航测试中成功进行了32小时的连续飞行，一时间风头无二。在12月21日，拜卡在 X 平台发布了一段影片，展示了 TB3 骑手无人机的第13次续航测试。在这次飞行测试中， TB3 连续进行了32小时的测试，飞行距离达到5700公里。
根据拜卡的说法 ，TB3 无人机是专门为全球首艘无人机航母设计的，也就是土耳其的安纳杜鲁号。根据报道，此次续航试验是在科尔卢飞行训练和测试中心进行的。TB3 无人机装备了 PD-170 发动机，在拜卡原本预计中 ，TB3 的续航时间为24小时，但实际结果显示，拜卡低估了 TB3 的续航性能。TB3 无人机于2023年3月首次亮相，是 TB2 无人机的后续型号，专为土耳其海军设计，翼展14米，长8.35米，最大起飞重量1450公斤，最大载荷重量280公斤。在 TB3 可折叠机翼下方拥有6个武器挂点，可以携带各种精确制导弹药，包括反坦克导弹、激光制导武器以及火箭弹等。除了具备打击能力外 ，TB3 无人机还能用于情报收集、目标监视以及持续侦察等任务，具有超视距通讯能力。在无人机上搭载的各种模块化系统，可以让 TB3 成为通信中继平台。除此之外 ，TB3 还具备短距起降能力，是航空母舰、直升机航母以及拥有通直甲板两栖攻击舰的理想选择。按照拜卡的计划 ，TB3 无人机将在2024年开始量产，并在安纳杜鲁号上服役。这也是全球首艘无人机航母，于2016年开始建造，2019年下水，2023年4月正式服役。在安纳杜鲁号建造时，参考了西班牙胡安卡洛斯1世级两栖攻击舰，拥有大型通直甲板，在甲板前端还有滑跃跳台，内部设有舰载机库，可搭载各类装甲车辆用于登陆艇。最初，安纳杜鲁号是为了搭载 F-35战机而设计的，但由于土耳其在2017年采购了俄罗斯的 S-400防空系统，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最终被踢出了 F-35战机项目。而已经生产的 F-35战机也被美国封存。由于没有合适的舰载机使用，再加上 TB2 在国际市场上名声大噪，于是土耳其便打算发展无人机航母。在今年早些时候，土耳其对安纳杜鲁号进行了小幅度改装，主要内容是更好地支持舰载无人机作战，包括加装新型无人机发射器，加装带有卫星终端的无人机控制站台，安装拦阻装置，用于无人机在舰上降落，安装安全网，回收小型无人机等。除了 TB3 无人机以外，拜卡公司还在研发一种类似战斗机的无人机，可能也会在安纳杜鲁号上部署，被称为 Kizilima， 意思是红苹果，已经在去年12月完成了首次飞行。拜卡计划在明年生产该型无人机，争取在2025年进行部署。看来，在求不到 F-35战机的情况下，土耳其也只能去发展舰载无人机了。摩尔多瓦接收地面大师200中程雷达系统，来提升防空预警和应对潜在威胁的能力。据法新社12月20日报道，摩尔多瓦国防部当天宣布，已接收法国泰雷兹公司的地面大师200中程雷达系统，这是该国首次尝试引进防空雷达。之所以会引进地面大师200雷达系统，一是因为摩尔多瓦毗邻乌克兰，且在其东部涅斯特河沿岸驻有俄军部队，因此摩尔多瓦为了加强应对亲俄武装势力与俄军潜在威胁的能力，扩大其整体监侦与拦截力量，才选择引进的地面大师200雷达系统。二是因为俄乌冲突造成的导弹碎片经常坠入摩尔多瓦领土。据摩尔多瓦国防部长诺萨蒂称，这套雷达系统对于加强本国的防空能力至关重要。他在一份公告中强调说，我们领空最近遭受侵犯的一些事件引起了当局的重视，迫切需要巩固摩尔多瓦共和国的防御能力。根据 Military Link 网站报道，在今年9月，法国和摩尔多瓦签署了双边合作意向书，同意摩尔多瓦采购法制地面大师200中程雷达系统，来提升防空预警和应对潜在威胁的能力。报道指出，这份双边合作意向书主要内容包括由法军提供协训、专业技术交流与防卫武器采购。法国达利斯公司制造的地面大师200中程雷达系统，据公开资料显示，该系统主要由发电机组、雷达、桅杆与工作站组成，属于该公司的双轴多波束4D 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系统，其包括2种版本，一种是整体式 GM200 MMA 雷达，适用于执行中程地面防空和空中监视任务；一种是紧凑型 GM200 MMC 雷达，适用于执行需要高战术机动性和快速部署的任务，也可执行近程防空和超近程防空任务。2种版本雷达均具备机动部署能力，可由轮型卡车运输至指定地点，在15分钟内完成展开与部署作业。除了可同时侦测、追踪大量空中目标之外，其反制火箭、火炮、无人机侦测的能力也十分优异，可以为友军单位提供实时预警功能，有效应对各种空中威胁。
相信摩尔多瓦有了这套雷达系统后，便能监视全国空域，提升防卫能力。关于本期资讯，大家是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想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讨论。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